增进认知，实现自由。朋友们，这里是老管解牛。今天的世界进入了剧烈动荡的时期。那最近4年呢，大大小小的战争、武装冲突已经发生了8次之多了。俄乌、以色列、巴勒斯坦、以色列、伊朗印度、巴基斯坦泰国、柬埔寨、美国、委内瑞拉、巴基斯坦、阿富汗，还有最近美国、以色列联合打击伊朗。而东亚呢，中日台美这之间四方的角力与博弈也进入了这个气氛非常紧张的状态。那此外呢，这国际间的经济冲突更是四处着火，烧遍全世界。那同时呢，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它这个社会内部又在经历着60年代以来最为激烈的撕裂与对抗。那这个世界进入了一个非常不稳定的新的状态。人人都惊恐地看着各国领导人的这个表演也不知道下一次会发生多大的危机。我们普通人其实最关心的还是在这些重大事件、社会动荡之间他们会对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对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财富我们的投资会带来什么样的破坏性的影响。那我们作为渺小的个体，在这个动荡的世界洪流当中，怎么做才能够保护自己免受伤害甚至有没有可能让我们的资产投资还从中反向获益呢？那今天呢，老管为大家献上一个重磅影片，我将从理论到实战给大家详细深入的讲一讲，我们在投资上到底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以确保我们在发生极端灾难性事件的时候，仍然能够保全财富，甚至于毫发无伤甚至于能够赚取额外的收益。那这将是一份价值万金的乱世投资实战指南第一，社会是个复杂系统。首先我要请大家接受一个新的认知范式请大家记住并理解这样一句话：社会是一个复杂系统。什么叫复杂系统这是个数学上的概念。那为了把它说透呢，我们不妨先来看一看什么叫简单系统，或者说什么叫机械系统。想象一块顶级的瑞士机械表，或者一架波音747客机，那它们都是极其精密的这个复杂的系统，对不对？它包含了成千上万个零件甚至可以说是极其复杂。但是注意这里的复杂跟复杂系统里的复杂不是一回事儿。英文表达更精确一些机械系统它再复杂，它这里的复杂叫 complicated， 但是复杂系统那个复杂呢，它叫 complex。 机械系统不管多么复杂，它都有个特点，就是各个子系统、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它们之间相互的作用力、影响力，它的传递是线性的，是确定的。比如说机械表里头，齿轮 A 转动一圈齿轮 B 它就一定要转动半圈不多也不少。比方说操纵飞机这个操纵杆你让它往左转30度，那飞机的这个机翼尾翼就会做出相应的变化准确的让飞机左转30度。所以简单系统或者说叫机械系统，它是可预测的，是确定性的系统。但是复杂系统，也就是 complex system， 它就不是这个样子。它的特点是组成这个系统的各个部分、各个个体之间，它们相互发生作用的时候这个作用力的传递它不是线性的，而是非常难以预测的、非常不确定的、非线性的。那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现在在小桌边上有一堆沙子，我们现在呢把一粒一粒的沙子往这个沙堆的中央顶部往上增加。那沙堆一开始它就慢慢的变高我们继续一粒一粒往上加，沙堆它是不是继续变高但是你会发现在某个时刻忽然之间当某一粒沙子落在这个沙堆上的时候，引起了沙堆的轰然坍塌。你想象一下，你能准确预测
你放第几粒沙子会引起这个沙堆的坍塌吗？你是不是难以预测啊？沙堆上面这些沙粒相互之间的作用力是非线性传递的。我们知道，在沙堆顶上不断增加沙子会让沙堆增高，我们也知道重力作用最终会让沙粒之间形成的这个力的支撑平衡局面被打破，进而坍塌。可是我们却极难预测哪一粒沙子会引起这个系统的崩溃。那类似的复杂系统很多呀，比如说地震啊，你这个地下的石头板块啊，它相互之间挤压，这个力量的传递也是非线性的呀，而且是大量的这个个体相互之间发生作用，所以这个地震是极难预测的。那还有比如雪崩啊，你能知道什么时候要发生雪崩吗？很难预测。有的复杂系统啊，它还有个特点，就是它有可能受到外在的影响因素非常多啊，这些因素可能同时发挥作用啊，也可能作用力相互抵消啊，也可能作用力聚合加强，还有可能某个作用力具有压倒性。那么当出现这种压倒性因素的时候，我们通常能够对这个系统会怎么变化做出来一定的有把握的预测。但是当没有谁具有压倒性影响的时候，那这个复杂系统你预测起来就太难了啊，结果就是它怎么变化不确定性太大了。所以复杂系统啊，它会表现出来一个显著的特点，就叫涌现性。那什么叫涌现性啊？就是说这个复杂系统它会本来看起来一切照常啊，没什么显著变化，可是就在这看起来没有显著变化的状态中，在某个时刻这个系统会突然出现巨大的变化。你比如刚才说那个沙堆、雪崩，那就是这样的例子呀。表面上看不出任何预警啊，突然之间坍塌了。那大家以后要记住涌现性这个词儿啊，你聊天的时候你要用上这个词儿，哎，别人立刻觉得你挺高大上的。那人类社会也是个复杂系统。举个例子啊，你今年的服装流行什么款式啊？各位你能预测吗？女性朋友们，你们对服装的审美各有不同啊，但是在某个时期，这个女性朋友们她会表现出非常强的趋同性啊，这叫潮流嘛，跟风嘛，时髦嘛。那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啊，有几年全镇都忽然流行起来穿这个叫紧身的踏脚裤啊，人人都穿这个，老的、少的、胖的、瘦的全穿，老师、同学是个女的都穿啊。当时看着我这脑袋瓜子嗡嗡的。那还有一阵子，那忽然间有一阵儿，这女性都开始留一种蓬蓬头发型，那好像叫沙宣造型是吗？我到北京读书啊，有一年忽然大街小巷的女性啊，她都不喜欢紧身裤了，她觉得紧身裤很恶俗，忽然之间都开始穿一种非常宽松的叫灯笼裤。哎呀，你看一浪一浪的人流啊，都穿这种裤子。你看这种流行款式，人们相互之间在互相影响啊，但是你能预测什么款式会在某一年流行起来吗？你能预测这个款式在人们心中引起了什么样的反应，然后相互之间又怎么互相传染吗？难上加难。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有天赋异禀啊，能够预测这一点。那巴黎时装周的设计师们，他们能吗？我感觉也挺难的。那有谁某一年预测对了啊，推出个款式发大财，但是很快大家发现啊，他也不过是运气，他往后他就预测不对了。那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股票市场，这个人类的情绪和认知这个传递影响的这个情况，它也不是线性的。比如我们今天看到伊朗领袖被美国、以色列斩首了，这个事件大家的认知和情绪反应千差万别，很多人都出来分析，他把他们的理解和情绪讲给你啊，你听了之后又讲给别人啊，大家就相互之间发生作用，互相传递啊，有的很悲观，有的很乐观。那这全球几十亿人口啊，这反应太不一样了。那股票市场上也参与者非常大的数目啊，可能几亿人口。那这个事情上，你说投射到这个股票市场上，它就非常具有不可预测性。比如你能预测3月2日开盘那天股市的走势吗？
你能想到它根本不跌，反而还涨吗？那你能预测到3月3日这个股市就开始跌吗？无法预测。这股市的价格折射出来的正是所有的市场参与者不同的情绪和认知。但是我们也知道啊，有些时候当一些具有压倒性的这些事件发生的时候，市场会集体做出一致判断展现出一致的情绪。比如说新冠疫情来袭，股市暴跌吧。但是你发现没有，人们的情绪它有的时候是互相加强、互相强化，出现这个聚合增强的态势，它就出现过度恐慌，那股市就过度大跌结果也许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这个乐观情绪它又来了，那股市呢它跌不动了。那再来点这个压倒性的，比方说货币政策大幅宽松这股市忽然就又暴涨起来了，又过度乐观。所以说如果没有压倒性事件发生的时候，你要预测股市这个短期的波动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股市是一个复杂系统。第二，黑天鹅事件，在一个复杂系统里面更容易发生黑天鹅事件。黑天鹅事件是什么？它是指发生概率非常低，经常被人们忽视甚至想不到，但是一旦发生却会带来毁灭性灾害的事件。这些黑天鹅事件往往给整个系统带来重创。那这里他为什么用黑天鹅这个词儿这是个比喻。比如在以前呢，欧洲、亚洲、非洲的人们每个人都知道天鹅是白的，世界上不存在黑色的天鹅。但是世界上还真就存在黑天鹅，它是澳大利亚的独有品种。当欧洲人跑到澳大利亚去看到黑天鹅的时候，震惊的说不出话来。这几千年都没见过的黑天鹅，突然它存在了，这一下子刷新了人们的认知。那么黑天鹅呢，后来就被著名的投资者塔勒布用来专门指代那些发生概率极低，但是一旦发生了破坏力巨大的事件。那么为什么复杂系统里面黑天鹅事件更容易发生呢？就是因为复杂系统它的影响因素非常多，而且最关键的是它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相互影响的这个作用力，它不是线性传递的，它可预测性非常差，而它的涌现性又让它可能在某个意料之外的时刻突然爆发重大事件。那我们现在可以从统计上来看一看黑天鹅事件。比如说地震，我们统计过去1000年的地震这个分布就是说从1到10级地震，每一级别的地震在过去1000年发生了多少次，你然后把这个次数给它标注出来，它可能就是这样一张图。你看绝大部分地震都是6级以下的小地震，而6级以上的大地震非常非常少，8到9级的地震呢就极其罕见了。但是过去1000年的数据我们没有，我们拿一个小样本来看真实数据1970年到2012年世界的这个地震统计，这个统计里面没有计算4级以下的地震因为这些地震太小了，很多地方它没有记录，发生的很频繁，所以这个数据是缺失的。但是5级以上的地震都是有记录的，因为它已经具有破坏那个能力了。你看是不是它完全是符合刚才说的这样一个规律那这样的分布在数学上就叫幂律分布你要是记住幂律分布这个词儿跟这个朋友聊天聊起来，这词儿一说别人也觉得你好厉害。那么这个地震分布图就告诉我们什么呢？它告诉我们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很安全，但是极少数情况下会发生大地震，造成巨大伤害。那现在你再来看一下这个数，1900年到2026年2月全球地震死亡人数，你看到了吗？5级地震126年里头只造成了46000人死亡，6级地震死了23万人，7级地震最可怕，死了多少？接近167万人。8到9级地震呢，合计死了58.4万人。那7级以上，包括8级、9级地震，合计死了225.4万人。这个死亡数字
占总死亡人数的90%。但你要知道啊，这7级以上的这些大地震发生的次数，在整个的地震次数当中占比是多少？0.88，不到1%呀。那再强调一遍啊，1%的大地震造成了90%的死亡人数。那你从这个地震统计数字里能悟到什么道理啊？我们平时要防地震啊，但是重点是防大地震。大地震在平时看起来似乎看不到踪影啊，那概率只有0.88呀，那看起来发生的概率太低了，这很容易让人们放松警惕。但它确实存在啊，时间一拉长，它就会变成一个必然发生的事情，但谁也不知道它发生在什么时候。当它发生的时候，它就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所以啊，黑天鹅最大的问题不是它的可怕的灾害，而是在于它会让人们忽略它的存在，让人们在漫长的这个风和日丽当中失去对危机的警惕性，然后放下本应有的防备啊，最后突然之间啊，措手不及，它发生了，让人们陷入巨大的灾害之中。在经济系统当中同样存在这样的现象啊，平时经济上下波动啊，但是大部分情况下我们都是可以应对的，它不会让我们陷入巨大困境啊。但是当发生极少数巨大经济危机的时候，它就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巨大的损失，有时候它会让我们陷于破产境地。比如啊，在中国1998到2022年24年的漫长岁月里，房价一直往上涨啊，偶尔往下跌，然后恢复报复性的涨更多啊，这就给人们形成了一种牢固的心理预期，还觉得这个房价会一直涨。那人们找了各种理由来支持自己这个结论啊，中国人多地少啊，房价大跌会引发银行危机，所以政府不可能让房价跌啊，中国货币供应量世界第一，那资产肯定涨价等等等等各种说法。那结果怎么样呢？当人口危机悄然来到的时候，大家猝不及防，北上广深这些核心城市房价到现在已经跌了40%左右了。那多少家庭财富被这场大危机直接给抹干净了呀？你多少人直接变成财务上破产了？你再比如股市也是一样啊，平时涨涨跌跌啊，影响不大，甚至很长时间一直在上涨，这就给人们一种危机还远着呢这样的心理预期。那结果呢，常常在大家毫无防备的时候，经济危机、金融危机从天而降人们才乱成一团呀，喊着夺路要逃命。而那个时候股市的门已经关上了，无数人只能吞下巨亏的苦果。这样的事件发生频率很低，那过去30年，2000年发生一次，2008年发生一次，2020年3月发生一次，那2025年4月这个猛加关税，也算半次。那下一次发生在哪里谁知道啊？不知道。那万一它猝不及防的来了，你怎么办？来了就会给我们的资产带来巨大的冲击那我们到底有没有办法来应对这种巨大的黑天鹅事件呢？第三 ，no 做 no die。那这里我首先要强调的一条就是 no 做 no die。这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用高杠杆。杠杆就是你借钱投资高杠杆就是说你借很多钱去投资。假如你自有的资金再加上你借来的钱，总共是你自有资金的2倍，这就叫2倍杠杆。那假如你自有资金100万，然后你借了200万来投资，这就叫3倍杠杆。借助杠杆去搞投资它会有这样的效果。第一，你赚钱的时候，它帮你放大收益比如说你赚10%，那你100万资金你只能赚10万，但你2倍杠杆你能赚20万，对不对？你的收益率对比你自己的100万资金的话，那是20%那假如3倍杠杆，那就30%，对不对？但是当亏钱的时候，它也一样放大你的亏损。这听起来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对不对？但是呢，杠杆投资最可怕的事情就是遭遇黑天鹅。因为你想，黑天鹅事件突发降临的时候，它本来就具有超强的毁灭性。
可是你又用了2倍、3倍杠杆，那你不是把这个毁灭能力给它3倍、2倍给它放大了吗？那你说你这个时候你不死谁死啊？你看这次中国的房地产大危机，那些没有借贷或者很少借贷的买房的，他尽管房价大跌，资产严重缩水，但是他不会破产呀，顶多房子价值缩水了，那自己该吃吃还该睡睡啊。但是如果你借了很多债去买房，甚至是大举借债去买投资房，这时候就麻烦了，房价已经把他的首付早就给跌没了，剩下的全是债务啊。要是假如这时候他再遭遇失业啊，还不上贷款，那就完蛋了，那他就进入破产状态。而且你注意啊，这种破产状态你恐怕一辈子都翻不了身的。那关于债务与破产之间的关系啊，我以前讲过啊，这个72个人的破产故事，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看。那么所以呢，在投资上不要借债，这是生存的基本准绳，这是应对黑天鹅的第一法则。当然要不要借债它也是个灰度，你说1分都不借吗？有人说那也太死板了，我有100万，我借个10万、20万、30万有什么不可以啊？哎，也对，也确实存在这个比较安全的债务区间啊。但是呢，就我个人而言，我从来不会借债投资。我是这么来看这个问题的：假如我投资能赚钱，那我为什么要去借债呢？那我慢慢赚钱就行了呀。那无非我就是赚得慢一点而已嘛。我还年轻啊，来日方长，我那么着急去坐私人飞机吗？我没有那么着急富起来，所以我不需要杠杆。但是假如我投资不能赚钱，那我借债干嘛呀？我不是自己害自己吗？自己给自己挖坑吗？那此外呢，借债还增加了我在黑天鹅降临时猝死的风险。那你说我借债到底图什么呢？所以啊，我从来不借债搞投资。我在我的股票账户里，我也从来不使用保证金，不着急富起来，慢慢来就挺好。那光是不借债还不行，我们还必须学会对冲黑天鹅降临时可能带来的毁灭性损失。那今天我就用实战案例来具体讲讲怎么做。第四，天上有哪些黑天鹅？在讲之前呢，我先快速给大家提示一下，未来有哪些黑天鹅在天上飘着。第一，美国经济社会发生严重恶性事件，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但是美国目前这个财富啊两极分化非常严重，左右极端对立，那这么个状态啊，很可能要孕育着某种大事件。那到底是什么事件，我也不知道。第二，大规模战争的风险。那美国以色列现在正在打击伊朗啊，这看起来还不算是大规模的战争啊，似乎这个谈不上多大的危害。但是目前国际秩序形成的这个氛围啊，可以说是强权可以随意打击弱者。那么尤其是在东亚这个中日台啊都在煽动极端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啊，这个大规模战争的风险虽然小，但我觉得不是可以忽略的风险。第三，日债危机和美债危机。日本债务现在高到非常畸形的状态啊！一旦由于通胀来袭，日本不得不大幅加息，那么日本就可能爆发海啸级别的债务危机。它过去因为人口老龄化，所以它这个债务增加很多，利息一直很低啊，国内一直在通缩嘛。但是后来呢，它大规模的引入移民啊劳动力，那结果它的通胀开始抬头。那现在呢，又来了一个新的冲击，就是这个油价。谁也不知道这个高油价会冲到什么程度，会持续多久。那么这种输入性的通胀会不会加剧日本通胀啊？会不会倒逼它去加息啊？现在是个很大的问号。美债目前也比较高啊，未来它还要继续增长。你收入砍了那么多，支出增加那么多呀。那最近伊朗战争造成的这些冲击，对日本和美国都是巨大考验。第四只黑天鹅，全球性瘟疫会不会再来？美国在全球瘟疫上一直发挥着巨大的预防性作用啊。美国在非洲、东南亚一直是
投入大量的金钱啊。非洲、东南亚一直都是酝酿大型瘟疫的温床，因为那里有最好的气候、土壤和文化，再加上贫穷和技术落后，他们没有能力预防瘟疫。可是最近呢，美国坚持这个美国优先呀，他在当初这个马斯克斗志的这个领导下，大幅削减了对这些地区的公共卫生投入。那么，一旦这些地方燃起瘟疫火苗，恐怕得不到及时的抑制，它会迅速蔓延到世界各地。但这个瘟疫谁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啊？这取决于病毒的基因变异啊，是不可预见的东西啊。所以，这是一只或隐或现的黑天鹅。第五，气候变暖正在酝酿可能的我们以前想象不到的气候灾难。这个事情我后面会单独解释，这里我不展开。如果按照今天的这个否定气候变暖的这个大氛围继续往下走，那未来说不定某个时刻就会出现某些国家遭遇旱灾，甚至粮食绝产有的国家遭遇极寒天气，粮食绝产。那由此又可能引发激烈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与冲突。那当然这个事件现在看起来概率非常之低，因为变暖的速度很慢，但是谁也不知道那个阈值在哪里。第六，大型网络攻击造成的灾难。现代经济高度依赖这个信息网络呀，人工智能啊，你会不会某一天忽然出现超级黑客组织对主要的国家的这个信息系统进行大规模的攻击，造成瘫痪呀？不知道。第七，太阳风暴极端的大规模的太阳风暴会让地球上的电子通信系统陷入瘫痪。好了，我觉得比较清楚能看到的7只黑天鹅就是上面这7只有的已经能看到影子，有的若隐若现，影子还看不见。我们生活在这个复杂系统里，我可不会对这些东西视而不见啊。那现在我来讲一讲具体怎样来应对这些可能的黑天鹅。第五，应对黑天鹅的实战策略。假如我现在有一个相对比较分散的股票组合或者说我持有标普500指数基金，那就假如市值呢是100万美元，那当发生黑天鹅事件的时候，股市会暴跌，比方说20%、30%，甚至50%。那么这种时候我们的这个组合它一定也会暴跌这没什么疑问。但是要对冲这个极端风险，我们可以这样来做：买一些标普指数的看跌期权，这实际上就是给我们的组合买一个保险。我后面解释它为什么是个保险。看跌期权这里我不解释了如果第一次看我的视频对这个不清楚的，那你看一下我这个视频你去一听就明白了。那我们具体怎样做呢？我要买一个执行价格大约是按照现价下跌20%到30%的看跌期权。比如呢，1个半月前也就是1月27日，我买了一笔标普指数的看跌期权，执行价是480，当时标普指数是695就是打了7折，对不对？那这个期权的价格当时是7.92元。那我在3月2日呢又买了一笔，执行价格要高一些，是550。那么我买了这2个期权，结果就是如果未来股市暴跌，我这个期权价值就会暴涨，就它上涨的幅度比股市下跌的幅度要大好多倍可能是10几倍、几十倍。所以我在组合上是亏的，但是很大程度上我可以在这个期权上得到弥补。那如果股市没有暴跌，那这个期权它就没什么用了呀，我就白花这个保险费了。但是呢，因为现在股市很好人们不担心未来的风险，所以这个保险费现在很便宜。那我丢了就丢了嘛，我也完全不心疼，我就买个心安。打个比方说，我这个做法就相当于在天气晴朗的时候，我用非常便宜的价格去买了一把雨伞，然后揣在兜里。如果将来不下雨，这点钱我就当扔了；如果将来下大雨，那我就赚大了。这个雨伞它会翻几十倍的价格，很大程度上它可以抵消我的组合的损失而且假如运气好点的话，我说不定还能赚。那我再强调一下我买这雨伞，我不是下注未来要下雨，
我不是预期未来天气要不好，我不是预判未来股市要跌，所以我来做空，完全不是啊。你要这么理解，那说明你没明白这个事情的逻辑。我跟大家一样，我不希望下大雨，我只是希望啊，万一下大雨，我不会被淋成落汤鸡啊，甚至还有可能卖雨伞赚一把。那我需要强调啊，这是我对投资策略的讲解和教学，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老管可能犯错，而且经常犯错，所以请大家不要抄作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和风险偏好啊，投资上各有不同啊，请大家一定要独立思考，自主决策，对自己的投资负全部责任。那现在我说几个关键点啊，大家注意听。第一，执行价格选在当前价格下跌20%到30%的水平。为什么选这个水平啊？因为我防范的是发生大灾祸啊，小规模的下跌对我来说我不在意，因为它也伤不到我。那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因为人们对市场非常乐观，不觉得这个会跌那么多，你那痴人说梦呢。所以这个价格的雨伞特别便宜。你看执行价格480这个啊，价格它只有 7.92 元啊，执行价格550元这个它只有 5.38 元呀，5.39元啊。但是你要是选择下跌只有 10% 或 5% 的期权，那它的费用可就昂贵了，完全没必要去买那么昂贵的雨伞。那点毛毛雨要是下起来的话，就淋着就挺好。第二，期限选择。这两笔期权啊，我一笔是2027年3月19日到期，比较长，差不多1年2个月。我为什么买这么长一个期权啊？第一呢，我是想让这个期权覆盖27年1月啊这个区间。为什么要覆盖这么长的时间呢？美国中期选举是11月啊，这次中期选举，美国社会内部对抗冲突非常严重。我猜测，也许为了获得权力，有些人可能会采取一些意想不到的这个手段。我也没有办法预测会发生什么大坏事儿，但是假如发生的话，它肯定不会是好事儿。那你说我为什么不买2027年1月到期的？不行啊，因为你假如坏事发生，那严重的冲突发生了，这事儿它不会很快结束啊。期权到1月份就到期了，那个时候中期选举刚结束没多久，那个时候假如发生的事儿，眼看着要到期了，这个期权的价格呀，它会迅速贬值。就是说，你要注意啊，期权合约在它到期日前的很短的时间内，它会迅速贬值啊，一直到0。所以呢，我希望它距离1月再往后推2个月。那我另一笔呢是4个月期的，2026年6月30日到期。那我为什么买这个短的？因为短的比长的弹性更大。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如果现在发生暴跌，短的看跌期权价格可能涨几十倍，而长的看跌期权呢，它可能只涨10几倍。你看3月6日，标普下跌 1.5% 啊，但是这个短的期权它就上涨了 42.6% 啊，而这个长的期权呢，它只涨了 18.2%。第三，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注意啊，期权要滚动。什么意思啊？就期权这个东西，它快到期了，价格会迅速贬值，因为到期了嘛，大家觉得未来的变化更少了呀，所以它就不值钱了嘛。那么这4个月的期权，假如在这个期间没有发生暴跌，我必须要过2个月就把它卖掉，然后重新买一个4个月的期权。我为什么这样做呀？因为我要是再晚了不卖，期权不就是跌了吗？它就会让我亏不少钱。那如果我太早了卖掉呢，我也没必要，因为价格还没跌呢。所以说呢，我基本上选择在2个月就把它卖掉，然后再重新买。那么那个1年多的期权呢，那我就可以拿的时间长一点，因为它一般到了最后到期之前的那段时间，它会出现价格的快速下跌。那第四呢，假如我们持有期权的这个期间内股市发生暴跌，我们的期权肯定是大涨啊。那越是暴跌厉害，它上涨就越暴利。那个时候呢，我会观察我手里的股票价格是否跌到非常低估的水平，就跌到我非常愿意大量买入。那如果到了这个水平，我就会毫不犹豫的把期权卖掉，拿来现金抄底股票。那这样做将来看有可能获得更高的收益啊。哎呀，我这个窗外来了一只孔雀。
他去停车场了。哎，我们继续说，但是如果它没有跌太多，我感觉也没有兴趣买入股票，那我就可能继续滚动期权，或者干脆把这个期权呢平掉。那平掉的意思就把它卖出去清仓了。那第五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买多少雨伞，具体计算我就不展示了啊，我给大家大概估计一下。比如说有100万美元的组合，那你花7000到1万啊来买这个雨伞就足够了。你一听是不是觉得啊，这么好啊，就这么少的东西就能够提供足够的覆盖吗？哎，这就差不多了。当发生暴跌的时候啊，保护的力度就不错啊。我们未必能够完全对冲损失，但是可以对冲很大一块损失啊。那你要是买太多，假如没有发生暴跌，你不损失大吗？所以它说到底是个保险啊。那现在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你仅靠防范黑天鹅确实能够让我们免受重大事件发生时的资产损失，但是它不能让我们的资产财富持续增长呀，它只能保证我们不死，对不对？那我们长期要让我们的资产财富增长啊，长期赚钱，那靠什么呢？寻找尼罗河平原。什么叫寻找尼罗河平原啊？老管在下一期将给大家系统的梳理一下这个投资框架，重建我们的投资认知体系，那帮助大家去寻找肥沃丰腴的尼罗河平原，找到它，我们赚钱的概率确定性就非常大了。好，喜欢我的节目，请点赞关注，把我的频道推荐给你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提高认知，实现自由，让这个世界更美好。朋友们，下期再见。那我需要强调啊，这是我对投资策略的讲解和教学，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老管可能犯错，而且经常犯错，所以请大家不要抄作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和风险偏好啊，投资上各有不同啊，请大家一定要独立思考，自主决策，对自己的投资负全部责任。